大家好，有关于录制教学影片的工具，我们在先前已经有介绍过了几个，比如说 Mouse Track、PP Ink、Cursor Highlighter 等等，都是能够协助我们在录制教学影片的时候，能够聚焦内容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具。今天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免费的工具，它的名称叫做 JTarget， 它是来自一个日本朋友的作品。它提供的基本功能就是各位现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荧幕高亮的显示，还有我在点击滑鼠左键的时候，它能够出现的一个动画的效果，还有在拖拉的时候也能够产生一些操作的效果。它可以用文字或是动画的方法来显示它的目前正在操作，同时也可以设定一些音效来提醒观众。另外就是这个画框的功能，各位现在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个画框的功能，就是透过 JTarget 来达成的。还有局部放大的功能，当你在教学的时候需要做重点提示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功能。它的功能基本上就是点击一个特定的热键就可以达成的。同时它也有截取云幕到系统剪贴簿的这一些功能。你想要对它的功能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在安装的资料夹里面，作者同时附上了一份 PDF 档，各位可以来检视这个 PDF 档，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细节了。以下我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JTarget 要怎么来使用，还有它的设定有哪一些重点需要来特别注意的。当 JTarget 被执行以后，它就会在系统夹出现图示，点击图示的右键，并且选择 Setting， 就可以进入它的设定视窗了。所有跟 JTarget 相关的所有设定都在这个视窗里面来可以达成。首先它有很多个功能的分页，先来看这个 Cursor， 也就是目前各位看到的这个游标，它出现了高亮的呈现的方法。首先要把 Always Visible 给勾选起来，在下方再来设定它的一个出现的效果，比如说你的透明度，还有这个圆的角度，还有线的宽度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设定。假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圆形，如果你希望出现实心的圆形的话，就把这一个宽度呢改成 100%， 这个时候再点击 Apply， 让它立即套用，各位就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游标高亮呢已经变成了是实心的圆形了。这个就是游标高亮的设定。这个 Click 这个分页就是设定滑鼠右键点击的效果，在这个地方我是使用了一个 GIF 档来达成这个动态的效果。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是用文字。那如果你希望点击的时候要出现声音的话，就是在下方的这个 Sound 把这一个勾选起来，这个时候就可以再来指定音效档了。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下设定，点击它预设的资料夹，假设我选择这个声音，再点击开启，这个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它要使用这个声音了哈。然后我们再点击 Apply， 这个时候如果再点击左键的话，就可以听到它会有这个音效的播放。那在拖拉的时候，如果你希望有效果的话，按下滑鼠左键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效果。当这个滑鼠左键放开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 drop 的效果。可以来试一下，我把这个 drag 的这个 text 把它勾选起来，这边显示的是 pressing， 然后红色的字样来显示。我们再点击这个 apply， 我按下滑鼠左键来拖拉，各位就会看到它就会出现一个 pressing 的这个字样了，然后再点击放开。如果我们在 drop 这边呢出现这个 release， 再点击 apply， 滑鼠左键按着放开，它就会出现 release。 这个就是这个效果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设定的。滑鼠右键呢也是一样可以做这些效果来做呈现，它也可以设定音效等等。这个 Magnify 呢就是放大镜的功能，可以做局部放大。它预设是按下左边的 L 键，但是请各位注意，可能是因为我萤幕解析度文字缩放的关系，它的定位不是那么的精准。那如果各位的文字缩放是100%的话，应该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那这个希望将来作者能够根据文字缩放的比例，能够再来调整它定位的精准度，这样子就可以更理想了。那这个 Draw 呢就是划线的功能。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这个 Transparent， 各位最好把它调到100%或者是更高的一个百分比，以免在录制影片的时候会有一个灰色的底被录制起来。那这个是框线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在这边我是设定是按下左边的 Control， 我只要按下左边的 Control 呢，就可以做这个画框的这个功能。那这个 Magnify Link 是你可以设定一个区域，然后它可以把这个区域呢做自定的局部放大。这个请各位来做一个尝试，它一样跟文字缩放的百分比有关，因此目前没有办法定位的很精准。那最后这个 Snap 只要按下来这个热键以后，它就能够把萤幕给截图，并且把萤幕的内容复制到系统剪贴簿。如果各位有需要萤幕截图的功能的话，就可以来使用它。这整个工具我当然是使用这个 Cursor 跟这个 Click 这两个功能是最多的，因为它可以在我们录制影片的时候很适当的提醒使用者目前到底讲到哪一个地方，可以让观众的视觉有一个聚焦的效果。
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 JTalkit 的工具。那希望对于各位在平常需要录制教学影片的时候，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工具对于你平常的教学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